朋友们，我是林毅然。最近很多人私信问我，父母拿绿卡后能否一边领国内退休金，一边在美国申请免费医疗福利？每次看到这种问题，我都心头一紧。这绝不是聪明的做法，而是在触碰法律的底线。在税务部门眼中，这种行为非常显眼，你以为可以轻易过关，实际上这是用全家的身份去冒险，后果可能非常严重。看看现实吧。美国国债规模巨大，政府正在加强税收监管，顶尖富豪的税务筹划复杂，底层群体资源有限，而一些刚拿绿卡，在国内外有收入却试图享受福利的家庭，可能会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要抱有幻想，早些年或许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但现在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监管更加严格。国内养老金每月按时到账，你真的认为税务部门无法掌握这些信息吗？今天在安康百汇，我就把话说清楚，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法律性质的问题。一旦越界，可能损失财产，甚至影响居留身份。你多年的努力，真的要为这点利益而冒险吗？我们先来算算这笔账，看看为什么一些家庭明明知道有风险，还是忍不住想尝试。很多把父母接到美国的朋友，心里可能有这样的打算：一方面，继续领取国内的退休金。现在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老人的退休金不少，一个月7、8千人民币很常见，过万的也有。这笔钱放在国内，可以保障老人的生活，换成美元，在美国也能作为日常开销。另一方面，又想申请美国的医疗福利，这张卡对低收入人群来说非常重要，有了它，看病、住院、用药等费用可能大幅减少。在美国医疗费用高昂的背景下，这张卡显得尤为关键。这么一看，似乎很完美，是不是觉得这样能充分利用两边的好处？甚至可能听到一些所谓的经验或中介说，没关系，很多人都这样，不会查到你，国内的收入你就当不知道，申请时收入填低一点，很容易通过。各位，请立即停止这种想法。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不当行为。我们来理清这个逻辑，医疗福利是设计给真正的低收入甚至无收入人群的保障。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收入标准，门槛通常较低。对于一对老夫妻来说，如果你们的月总收入超过了标准线，法律上就没有资格享受这项福利。那么关键问题来了，你父母在国内每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比如8000元人民币，约合1100美元，这算不算收入？这当然是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但在填写福利申请表格时，遇到是否有其他收入这一栏，你是怎么填的？如果填了没有，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么从法律角度，问题就产生了。这不是危言耸听，向福利机构隐瞒收入以获取福利，可能被视为不当申请；向税务部门隐瞒这笔海外收入而未申报纳税，可能涉及税务问题。在必须填报的海外账户报告上，隐瞒国内收取退休金的账户，也可能引发金融监管关注。这几项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有人可能会说，毅然，你说的这么严重，但我认识的人就这么做了好多年，不是过得挺好，也没出事吗？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关键，潜在风险。以前没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监管力度有限，也可能是中美之间的信息交换还不够畅通，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美国政府正在加大税收监管力度，税务部门获得了更多的拨款，用于升级系统和增加审计人员。这些人员的任务就是查税，而一些在美国背景不深、有积蓄但又不属于巨富，即使被处罚也可能选择隐忍的移民家庭，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对象。你现在就像在温水中的青蛙，水已经越来越热，你却还在享受从国内来的收入。当你意识到危险时，可能已经来不及应对。那点退休金并不是额外的福利，它可能成为税务部门关注的重点。你以为占了小便宜，实际上可能压上了你在美国的信用、家庭资产，甚至合法居留身份。你是否还认为中美关系现状下，税务信息绝不会互通？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防止逃税和确保税收方面，各国政府往往有合作，他们的共同目标是确保税收应收尽收。我指的是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要求是，全球的金融机构需要自动识别并上报其美国税务居民客户，包括绿卡持有者的账户信息给美国税务部门。你可能会问，中国的银行为什么要听从美国的要求？这涉及到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全球的银行大多需要处理美元交易，中国的银行也可能在美国开展业务。如果银行不配合，美国财政部有权对其美国来源收入征收惩罚性预扣税，甚至将其排除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这对银行来说影响巨大。
因此，中美两国政府已经就该法案的实施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有义务向美国税务部门提供所需的关于美国税务居民的账户信息。回想一下，你在国内银行开户或购买理财产品时，客户经理是否让你填过表格？其中是否有一栏询问您是否是美国的税务居民，例如拥有美国绿卡或护照？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填否，只用中国身份证开户，不留美国地址和电话。但这真的安全吗？大数据分析并不依赖单一信息，税务部门现在采用多维度行为特征分析。你是否定期从固定中国账户向美国账户汇款？你在美国有房产，每年缴纳房产税，但申报的收入却很低，这些钱从哪里来？你国内银行预留的手机号、信号基站是否经常出现在美国？你的中国护照出入境记录是否显示你长期居住在美国？这些分散的数据一旦被税务部门的系统抓取并交叉比对，你的档案可能会被标记为高风险，从而成为审计对象。被标记后，税务部门可能不会立即行动。他们会向有经验的调查者，先向中国的合作金融机构发出协查请求，请协助查询客户 XX 的账户流水和余额。银行内部系统一查，你每月接收退休金的账户、购买的理财、其他存款等信息，都可能呈现在税务官员面前。除了美国的法案，全球还有共同申报准则系统。虽然美国自己没有加入，但中国是积极参与国，已与上百个国家签订了税务信息交换协议。这意味着全球资产透明化已成为趋势，在这个时代，还想用人住美国、钱留中国的方式逃避监管，就像在布满监控的房间里活动，你的行为很可能被记录。很多人最后的心理防线是，林毅然，你说的这么吓人，但我身边好像没人真的被抓啊。这正是监管策略的一部分，可以称为长期观察。税务稽查是有成本的，对于刚拿绿卡、隐瞒金额不大的情况，他们可能暂时不处理。为什么？因为罚款会随着时间累积，利滚利。你隐瞒1年，罚金可能不多；隐瞒5年，可能就很高。如果隐瞒10年，罚单可能让你难以承受。他们现在不动你，可能是觉得金额还不够大。等你的国内退休金账户积累了一定数额，或者你在国内处置了房产，有大笔资金转入，等你完全放松警惕时，税务部门的通知可能就会送达你家，这才是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不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所有问题都会一起清算。既然你已经了解监管的严密性，我们再来看看，如果出现问题，后果有多严重。有些人可能还想，大不了我把不该拿的福利退回去，总可以吧？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在税务和福利部门看来，这不仅是退款，而是追缴和处罚。美国政府在这类问题上非常严格，一旦认定你有不当行为，会严厉追责。首先，一旦确认福利申请不当，你需要偿还的可能不仅仅是你直接获得的现金补助，你需要偿还的是你凭借福利资格所消耗的所有医疗资源的市场价值。注意，是市场价，不是政府与医院协议后的折扣价，这里面的差距可能非常大。举个例子，如果你用福利做了一次手术，如果是福利正常支付，政府可能只支付3万美元，但如果向你个人追讨，医院可能会按市场价开账单，可能是8万甚至1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你用福利看过的所有门诊、开过的药、做过的检查等。福利局和税务部门的专员会仔细审查你过去多年所有记录，然后列出一张很长的账单，总额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20万、30万甚至更高。你为了每月多留一点退休金，为了节省一些医疗保险费，结果可能面临数十万美元的债务，这笔账真的划算吗？这里我必须提醒你最严重的法律风险。在美国移民法中，有几类行为被定义为严重犯罪，而严重的税务问题、福利不当申请有可能被归入此类。一旦被法院判定，不管你的绿卡拿了多少年，不管你的子女是不是美国公民，移民法官可能必须判决将你驱逐出境，并且终身不得再次进入美国。这意味着你大半生的努力、家庭的团聚都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而毁于一旦。更何况，税务部门现在不仅依靠技术，还有举报奖励机制。任何知情人，不管是邻居、前配偶，还是其他了解情况的人，如果他们向税务部门举报你的税务问题，并且查证属实，举报人最高能拿到追回税款金额一定比例的奖金。在利益的驱动下，你觉得你身边的关系真的就那么牢不可破吗？你为了那点退休金，让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目标，这日子还能过得安心吗？好了，看到这儿，估计你也感到紧张了。前面说这么多可能的情况，不是为了吓唬你，而是为了提醒你，
既然意识到风险，我们就不应该被动等待，而要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如果已经做了不当申请，怎么办？还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我是林毅然，在安康百汇这里，我绝不教你怎么钻漏洞，但我必须教你怎么看懂规则，利用规则保护自己。在美国，合理规划税务是智慧，是合法权利，但忽视规则、隐瞒欺骗，那就是问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下面的话都是实际建议，请你仔细听。如果你现在正享受医疗福利，同时国内退休金没有申报，或者你正打算这么做，请你听我一句真心话，立刻、马上停止所有不当行为，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等到税务部门的通知送到你家，一切就都太晚了，你将非常被动。美国国税局其实给有疏漏的人提供了一个主动披露的途径，简单说，就是你自己主动联系税务部门说明，我过去几年漏报了海外收入和资产，我现在愿意补缴所有税款、利息，并接受罚款。这么做有2个重要好处，第一，可能避免刑事起诉，只要你在被税务部门盯上之前主动说明，并且情况不是特别严重，税务部门通常的态度是以纠正和补税为主，这意味着你大概率不会被刑事起诉，也就不会触发可能影响居留身份的严重犯罪条款，你全家的绿卡身份就能保住，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罚款可能减少，主动说明后的罚款比例通常远低于被税务部门稽查后开出的罚单，这能帮你节省不少钱。具体该怎么做？马上行动起来，去找一个可靠的、有处理跨境税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或者税务律师，他们可以帮你进行主动披露流程，帮你把过去几年漏报的税表和海外金融账户表格全部修正补报。虽然这会让你出一笔钱，肯定心疼，但比起未来某天面临巨额罚单、资产被冻结，甚至影响居留身份的绝境，这叫及时纠正，是眼下最明智的应对方式。那如果父母确实收入低，需要申请医疗福利怎么办？完全可以，但前提必须是诚实。第一步，如实申报所有全球收入。在填写福利申请表时，必须将国内每月退休金折合成美元，如实填在收入栏里。在向税务部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也必须通过相应的表格申报这笔海外收入，并申报你国内的银行账户。第二步，了解各州的收入抵扣规则。很多州的福利政策并非绝对刚性，它允许收入略高于标准的申请人，通过先自行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的方式来抵消超标的那部分收入，从而依然有资格获得福利。举个例子，假设你所在州的福利月收入上限是2000美元，而你父母加起来的全球收入包括国内退休金是2400美元，超标400美元。那么，你们可以主动先支付400美元的医疗相关费用，比如保费、药费、看诊费。这样在福利局看来，你们的可计算收入就降到了2000美元，就符合资格了。这通常被称为医疗支出抵扣或盈余收入计划。虽然每个月要自己先支付一点钱，但你是合法、光明正大的获得医疗保障，能够安心生活。一旦遇到重大疾病，福利依然能为你提供保障，不至于陷入财务困境。最后，我再强调3条必须避免的做法，一旦触碰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底线1，绝对不要用亲戚朋友的名字在国内外开户存钱、购买资产。有些人以为我把钱存在弟弟名下，房子写妹妹名字，总查不到我吧？这属于隐匿资产，可能涉及不当行为。一旦被查出，不仅钱可能保不住，还可能面临法律指控。底线2，绝对不要在出入境时携带大量现金而不申报，或者为了规避申报而分拆携带。美国法律规定，出入境携带超过1万美元现金或等值外币必须申报。如果你和家人分开携带，每人带9999美元，这种行为可能被视为分拆交易，是海关和联邦机构关注的重点。一旦查获，现金可能被没收，人还要接受调查。底线3，绝对不要相信那些声称包办福利、100%获批的不可靠中介。凡是跟你说不用管你国内有多少钱，我都能帮你办下来的中介，很可能是在教你提供不实信息，准备虚假材料。问题暴露时，这些中介可能早已消失，而所有申请材料上签字的是你，最终承担法律责任的是你，绿卡受影响、被罚款、被追究的还是你。说了这么多，我知道情况复杂，法律条文繁多，你可能记不住所有细节，没关系，我是林毅然，我把今天内容的核心浓缩成最后3条重要原则，请你牢记。第一，彻底放弃两边占便宜的想法，别再认为中美信息不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大数据和国际协议面前，你的国内退休金账户很难隐藏。
为了每个月省下一些钱，去赌上全家人多年努力获得的美国身份，这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这是拿整个家庭的未来去换取眼前的一点小利。第二，记住，诚实永远是最稳妥、最安全的做法，不要听信任何让你隐瞒、造假、转移资产的建议，一旦被认定存在问题，罚款累积的威力可能让你一生的积蓄受损。如实申报全球收入，要么利用合法的收入抵扣规则申请福利，要么就根据收入情况购买合适的医疗保险，这才是能让你在美国安心生活、安度晚年的基础。第三，牢牢守住你的身份这张根本。对于我们一代移民来说，绿卡不仅仅是一张卡片，它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合法生活、与家人团聚的根基。税务和福利不当行为是少数几条可能直接危及这张根本的红线。不要为了占一点经济上的小便宜，让自己在年老时面临不得不离开、生活无着的困境，那点钱不值得。我是林毅然，在安康百汇，我只讲实话，只帮你分析情况，守护好你来之不易的一切。既然已经看清了潜在的风险，就不要再忽视。我们下期视频见。